台积电的 ADR 在美国那边是美元交易嘛，哈 ，ADR 现在是420块上下哈，然后他们推算将来会看多少呢 ？ADR 看到1300美元，也就是3倍。ADR 换成台币的话是8000块。所以台积电的股价有希望看到8000块，估计回流台湾的资金，有人估计大概会有40兆台币嘛，就是庞大的钱要进来，所以现在可能不是前淹脚木了，前淹膝盖。台湾未来是不是黄金10年，黄金20年？现在台湾在走一个上升趋势，很多人还不太意识到。真的吗？有这么好吗？现在只看到一件事情，去年6、7月台股在22000、23000，今年的话44000、46000的哈，翻倍了，1年哦。那未来2年的话，如果再翻倍呢，都到9万、10万去了嘛。习近平在做的事情，其实不是在救经济，他已经放弃救经济。在我看来，他何况也没有，他身边也没有经济团队。所以习近平在做的事情是想方设法叫做保党保政权，他在处理的是政权危机或者王朝末期现象。台积电公布7月的财报，如大家预期的都非常的亮眼，而且比大家预期的还高。可是即使在这样的状况下，你看到台积电的股价还是有一点疲软，还是弹不上去。更特别的是，昨天费半指数还有辉达，他们觉得股价全部大跌，而大跌一个关键原因在于说，辉达之前提供了2500亿给 OpenAI， 也就是OpenAI 它要去租这个运算中心，可是我的钱不够，所以辉达提供2500亿的资金的这个所谓的金融保证，让你 OpenAI 可以租得到这个运算力中心。现在还不止如此，他又找了6家公司、6家金融单位，提供了5000亿美元的一样金融保证，而辉达提供中间的25%的上限，也就是1250亿。也就是现在大家质疑辉达，就是你以前的工作非常的单纯，你就是卖铲子，你就是卖晶片，你卖晶片，然后你获得很高的本益比，很高的回馈。可是现在你的现金流虽然非常漂亮，你的获利也非常漂亮，可是现在问题来了，你居然要帮你的客户去承担风险，所以你的风险已经不是你的晶片做不做得出来，已经不是人家能不能赶得上你，已经不是你是不是寡占，而是说你竟然要帮你的客户去负责金融风险，而这个就代表2件事情是不是如果你不提供金融风险，你的客户就没有办法买晶片，所以这个 AI 的需求到底是真实的需求，还是你用贷款所催出来的需求？另外就是，如果你要去负责这样的一个大的金融贷款的话，是不是 AI 的需求其实没有外界想象的这么高呢？所以现在 AI 它未来的愿景，AI 整个真实的状况到底如何？而这个前景真的有可能像大家之前所预估的，还是线性上涨的，还是已经可能出现一个停滞的状况？另外就是中国现在出现的问题比大家想象来的更复杂。我们之前曾经谈过，就是他做了出入境管理办法，我管人。现在不但管人，我也管钱。怎么管钱呢？也就是现在中国人你在海外所有的资产，我都要追税，而且这个要回溯25年。这个会逼着很多人，你到底是要把钱给留下来，还是把钱给逼走呢？另外就是他现在针对他的国营企业北大荒，也就是我开始给你查税，你想想看，一个国营企业你1年不过赚11亿元，结果我把你扣税加罚金要到14亿元。如果这样查下去的话，我连对国营企业都出手的话，那中国大家问，中国的经济到底出现什么样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逼着你要做这2个重大动作呢？好，谈到这个，我们大家今天有请我们的好朋友吴家龙来跟我们聊一聊。家龙你好。宝杰兄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那家龙，我们先谈第一个问题是，本来台积电昨天公布7月份的业绩非常的漂亮，然后呢，不管这所谓的营业额啦，所有都创新高。可是没有想它的股价还是很疲软，然后呢，在上下波动。另外就是纳斯达克，我们看到的这些费半还有辉达全部大跌，就像我们刚刚在提到的是，辉达已经不是卖铲子了，它还要提供金融保证，也就是我要借钱给我的客户，我的客户才有钱去租算力中心，租算力中心才有办法跟我买晶片。那大家想说，那这个 AI 不就是一个泡沫了吗？这里在产业革命当中啊，总是会
有人要找理由拉回整理哈。好，现在这个理由是这样，他就提出疑虑，这个疑虑那个疑虑，疑虑有2种，一种是技术上的疑虑，比如说Google 那边有没有技术进步，造成跑 AI 的时候不用使用那么多记忆体类似这种，那么记忆体的行情就受影响啊，就是有这种那种疑虑，技术上的啊。第二种是什么？是融资疑虑。因为基础设施投资，任何投资都要有那个融资来源哈，有的是借贷款，有的人是那个发债，从银行贷款，有的发债券，有的呢可能就私人投资，就是那个 PE 哈 ，private equity 之类的，或者有人就那个发股票啊，卖股票等等，就是你有不同的融资方式啊，然后呢，最后的话就是用融资来支撑你的投资啊，然后现在这里拿来跟 IT 革命对比，当年的 IT 革命怎么融资？主要是发股票。现在你提到的辉达是债权，就是就是说 OpenAI 如果不是跟辉达这边提供融资的话，对，照理说他直接去市场上发债券或发股票，去融资。现在等于说你不用发股票，你直接找辉达，辉达等于说提供融资便利，对，是这样。所以其实跟以前比来一样，就是说任何基础设施的投资是产业革命的第一阶段，因为它要打造新的技术平台。第2阶段才是各种应用纷纷开出来。到了第3阶段的话，市场过热，就是市场不过热的话，这个产业革命不会结束，这是后面的事情。然后现在的话，在第1阶段的话，就是基础设施投资，打造平台。在这个阶段的话，很多人会对将来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多需求，有这么多营收跟获利会打问号嘛？这个我叫疑虑，这个疑虑是合理的疑虑。那这种疑虑的话，分成技术面的疑虑跟融资方面的疑虑，比如你这样子是不是自己花钱借钱给客户，让客户来买你的东西？所以这个需求是你自己创造的啊。对，但是客户如果因为这样的融资便利，能够把生意做起来，然后他有了那个新的收入、新的来源嘛，对，他不是纯粹靠你借钱给他去买东西嘛，他到最后业务做了起来的话，他能够还掉所借的钱啊，然后呢，他不用去花股票，你知道花股票的话，股权会稀释嘛。他如果不用，他只是借款的话，付掉利息就好，剩下的钱他自己留着，他的股东权益会走高嘛。所以呢各有利弊，但是呢，如果你看好前景的话，你通常是用债权融资，债权融资，对，发债融资。如果你就是说，因为你花债融资以后，你只要付利息就好，股东的话会把其他的好处直接变成股东的利益嘛。所以如果你是有把握看好前景的话，你通常是采用债权融资，借钱就好，付利息就好。但是呢，如果你发现不太行的时候，你可能就股票了，大家进来担风险嘛，就这样子。所以呢，黄仁勋提供债权融资，坦白讲是看好以后的前景。然后呢，他的客户就是那个 OpenAI 等等他们也觉得以后有把握。所以宁可借钱而不是花股票。他如果花股票一样嘛，那个就跟马斯克的那个什么 SpaceX 一样嘛，花股票嘛，然后呢股票 OpenAI 也要准备上市啊。对，就是股票融资嘛。你用股票嘛，可是他现在的话有那个融资担保的话，辉达提供融资担保，他等于少花一些股票嘛。他可以靠那个借钱来应付周转，对不对？然后他生意做起来之后还掉这个借款就可以了嘛，还本付息嘛。那他剩下的钱就是他赚的嘛，所以如果他有把握，他看好未来的生意的话，他才会宁可选择债权融资，而不是股权融资嘛。因为股权融资的话，把股东找进来的话，稀释他的股权嘛。对，所以呢，照理说这个东西的话，应该是正常合理。可是华尔街拿这个做理由来下杀，表示什么？表示正因为看好，有人要进货所以要压低进货啊。所以每一次好消息出来都是跌，为什么？因为有人发现没想到这么好，像台积电财报，没想到这么好，那我要建仓啊！我主权财富基金从挪威到沙特阿拉伯到这个巴西，我主权财富基金要建仓啊，那怎么办？当然是压下来，先压再说。刚好对啊，我才要把它建仓对，是这样逻辑吗？可是建完仓之后怎么样？一定拉抬嘛，他当教夫了嘛，他帮你抬轿了嘛。对，所以你会发现整个过程都很类似，逻辑都很类似，因为没有想到这么好，所以我还来不及建仓。所以我要想办法压低来进货建仓，建完仓以后，我这个筹码当然就安定嘛，从短线变成长线嘛。那这样的话，以后涨起来就轻快嘛。你不整理的话不行嘛，你一直拉的话，最后人家还不是倒给你，你还是撑不住。对，所以每一次都是 N 字形，涨上去拉回整理，涨上去拉回整理，一路推进嘛。然后呢，都是找理由嘛。鸡蛋里挑骨头，上次挑什么？说你那个第3季的毛利率从
之前的67.7%，67.7%变65%，哎，变成65、67之间，中位数叫66，拿这个理由是砍台积电嘛？砍完了之后不是砍个2天吗？最后不是又拉起来？所以你会发现在上涨过程中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疑虑，一定有，很自然，没有疑虑才是不正常啊。对。然后这些疑虑全部是在都算是整理，就是说涨高以后拉回整理，整理完之后轻快的，对不对？筹码沉淀了哈，对，然后攻起来就很快。所以你看台积电涨的时候都很快。然后盘整了半天，一涨起来很快，啪啪啪一下子上去，然后让你措手不及。可他就会拿这个所谓的网际网络的故事啊，网际网络也是当时也是有这样融资问题，也是融资的这个所谓的金额太高了，所以造成很多的泡沫。难道这次 AI 完全没有这样的疑虑吗？哦，这样子，我们讲当时有一家企业做例子，就是亚马逊。亚马逊当初的确都亏钱，整个90年代你去看大部分的时候都亏钱。但是呢，那个贝佐斯有了一招。就是他不断利用他的平台推出业务，然后大家一看，有道理，有投资人就再给他机会，再等等。过一阵子以后，他又推出新的业务，然后新的业务不断推出来，表示它有成长性，它有成长空间。于是投资人就耐心再等到后来呢，终于赚钱，而且越赚越大。他后来一个重要的赚钱项目就是云端运算。那云端运算跟他卖东西好像没相关，对不对？对。可是他因为透过卖东西了解客户的需求以后，他可以有更精准的行销等等。然后说，因为他还卖那个什么一些耳机啊什么东西的，反正他一直在成长，一直在追求新的业务，所以投资人就一直等到最后发现，他真的成功了。对。所以这个故事显示不要太早对于一些新的领域的东西下结论。说它不行了别太早，因为以前的理论就是淘金热嘛，就是卖铲子的赚钱嘛，买铲子去挖淘金的没有赚钱嘛所以大家都投资那个做工具的股嘛。那当年 IT 革命最著名的就是那个思科嘛，对，思科是卖网络设备嘛，它最后2年的话股价涨28倍嘛很惊人嘛那现在的看起来的话，那个工具股、设备股就2只，就是台积电跟辉达所以台积电涨是有道理的。而且台积电我现在补充一下，有一些消息这么讲，这是美方的，不是我们台湾这边的那个分析师。台湾这边的分析师很有名，有一位张姓分析师，他就讲，台积电的 EPS 看到200块，本益比25倍，所以5000块嘛。我说先打7折再说，我先看3500有没有到嘛，对不对？好，然后呢，现在美国那边的那个算是这样算，他从几大科技厂，就是市值前7大那些科技厂他们的资本开支。很庞大嘛那资本开支里面会有多少流到台积电这第二步。第三步，台积电的毛利率是多少估算一下，都可以算对。然后这些资本开支业务营收流进台积电，然后变成获利，在获利以后 EPS 对不对？再算它的本益比，就是合理本益比，然后这样推算出来的结果，台积电的 ADR 在美国那边是美元交易嘛ADR 现在是420块上下然后他们推算将来会看多少呢 ？ADR 看到1300美元，也就是3倍。那台积电如果3倍的话，现在2400，3倍的话7200，所以他们干脆算1300美元的 ADR 换成台币的话是8000块。所以台积电的股价有希望看到8000块，你信吗？我当然不是，这个你现在2400上下都已经这样震荡了，然后你都根本就爬不上去了，你2000都已经这么辛苦，他算给你看说不然如果你的未来有这么好的话，你现在为什么台积电根本就动不了嘞？你整个瞧你去看台积电以前也有盘的时候盘完了之后不是噗拉上去吗？涨的时候很快涨完了之后盘到你那个受不了了，你卖掉了，然后你卖掉以后它又涨。他这个估算是美方这边，然后根据美国科技大厂的资本开支，不是说这一家3000亿，那一家2000亿的嘛然后算一算这些以后总是会有很大的一部分流到台积电嘛。对。然后呢，根据台积电的毛利率估算，然后本益比估算，然后他们算来算去，说 ADR 的价格美元是1300。那1300美元的台积电 ADR 的话，折算成台币，台湾这边的话，他们说是8000了，对应了8000。可台积电的资本支出也太高了呀。对，但是呢，它可能还是不够就是说有这么一个估算对就是说告诉你如果假设真的是这样，那你想想看，台积电翻3倍，不止那台股大盘是不是也要跟着翻？对，所以我之前曾经大胆说，可能会看到10万股是翻倍嘛，现在可能不止翻3倍的话，台股大盘说不定是13万不是10万。好，那嘉龙，我要
你是经济学专家嘛？那你等于说在纽约也是学这个。你说其实有趣的是这样，所有的产业革命都会带动金融革命。那其实现在有一点点是华尔街跟整个 AI 产业之间的拔河，是吗？这样子，我们先回顾一下曾经啊，1920年代那个时候的产业革命是汽车工业革命。整个20年代哈，汽车工业，因为20世纪初期的时候，美国的汽车业是600家。到现在3家，Big Three 三大哈。那这个有些汽车那些公司啊，有的专精这个，有的专精那个嘛，到最后全部都并购掉了哈。然后整个20年代汽车工业，你去看那个道琼，当年的道琼就是现在的纳斯达克，就成长股。成长股对。然后你看道琼的走势哈，一路到1929年10月最高点，然后崩盘啊。那个崩盘就是说产业革命到最后一定是走过头，市场过热。然后呢，泡沫化，泡沫破掉这样子，泡沫破掉以后，进入1930年代就是那个大萧条，大萧条最后用战争结束，过剩产能，就二战来结束。对，然后从1950到1960这20年就是汽车工业的黄金年代。什么意思？一个汽车业工人养得起，买得起房子，好养得起家，送小孩去念大学 ，OK。现在当然不行啊，现在汽车工业没落了，因为日本、德国都崛起嘛，把美国的那个汽车工业分掉了哈。所以一样的那个逻辑就是说，产业革命一开头的时候，大家在摸索啊，尝试这个，尝试那个，最后开始汇流啊，最后的话整并，然后最后整个产业哈，到最后会泡沫化，市场过热，然后最后破掉。然后呢，最后呢整理完之后，那个时候才是黄金年代。现在我们 AI 革命跟 IT 革命很像，哦，都是有一阵子摸索了期，啊，慢慢爬，就是好像 S 曲线，到最后的话突然间飙高，最后呢又高原化，啊，很像。所以我们一开始摸索的时候都慢慢成长都很慢，到最后突然爆发，为什么？好几种技术创新同时汇流，同时那个汇集在一起，然后整个推升，然后呢？现在我们的情况非常像，就是我们叫做 AI 产业革命啊，所以我们发现第一阶段就打造基础设施，数据中心或者叫那个算力中心，数据中心、算力中心啊，然后电力中心，然后来这个中心可能也还包括散热哈，还有电力哈，来支撑整个这个新的系统的运作。然后这些运作呢，到最后的话开始大量使用，在各个行业开出各种商业应用啊，然后呢你就会看到说哦，总算落实了哈。然后呢，最后的话，大家信心上升，那个越来越强嘛，就是这个以前是买低卖高，现在是买高卖更高啊，然后就开始之后高价也愿意买嘛，然后他那个时候会说什么？就是说这次不一样，这次不是泡沫哦，真的有基本面支持哦，所以大胆买进的时候，信心满满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泡沫了。所以当你有疑虑以为这个是泡沫的时候，表示那个还不是。那现在不是泡沫吗？现在有疑虑了哈，现在还不是了。我告诉你，真正的泡沫就是大家根本不相信这是泡沫，勇敢买进的时候，因为都有基本面支撑嘛，各行业都在开发出来，各种商业应用都出来了嘛，这怎么是泡沫啊？所以泡沫不是技术跟应用，技术跟应用会一直留着。泡沫是指资产评价过高，就是那个本益比过高啊。现在还没有吗？现在还不用。就说现在是疑虑，疑虑是正常合理，没有疑虑才怪。现在有疑虑合理，找这个技术上的理由，找融资的理由，找商业模式的理由，这些都合理。因为随后基本面出来的话，好消息会出来，大家发现啊，原来这个你接到订单啦，对不对？说不定这个什么业务又出来了，将来会有各种好消息不断出来啊。然后呢，到泡沫化后期的话，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泡沫化哈。将来会破掉，对不对？可是，在泡沫化过程里面，会有很多金融丑闻，后来爆掉，才一一揭发。哎呀，原来当初是这样那样。所以金融丑闻没有爆的话，就是叫 accounting scandal 会计丑闻。会计丑闻就做假账啊，干什么。一个行情崩坏，没有崩坏到金融丑闻、会计丑闻出来的话，还没结束。所以当年网络泡沫破掉，到后来会计丑闻出来了才结束。所以都一样。现在产业革命没有泡沫化，它没有过热，它不会结束。大家一直冲嘛，一直冲到最后泡沫破掉，大家才知道停嘛。然后呢，停了崩盘以后啊，一路跌嘛，一路摔嘛，跌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跌到会计丑闻都盖不住。为什么？因为一开始走衰的时候，业绩走衰的时候，执行长跟财务长的话，会制造各种所谓创造性的会计 （creative accounting），就是创意会计，就是遮掩了，一再遮掩了。
然后遮掩到最后遮不下去了，所以一旦会计丑闻爆的时候，通常还有很多会计丑闻，啊，这个叫蟑螂理论，就是你看到一只蟑螂的时候，你要知道很多只蟑螂在角落里，啊，所以这什么意思？表示你看到丑闻的时候，先卖再来做调查，再来做功课，你不要去问为什么跌，赶快跌，赶快跑，啊，跑完了之后再来做功课。但现在不是那个时刻，现在不是了。啊，所以我们现在讲说，将来一定泡沫化，但是现在一定不是泡沫，因为哪有说刚开始产业革命刚开始就泡沫化的，不是啊。但是大家一定有疑虑，所以我们把人类经济史、产业革命史找出来看的话，啊，最近的是 IT 革命，更早之前汽车工业革命，更早之前电力革命、铁路革命，哦，纺织业革命，这个都发生过，类似的情况都发生过。所以我们现在这一次哈，大家不要担心。就是说，如果有任何疑虑造成把台积电拉回，还是辉达拉回，都是买点。再加4个字：无一例外。无一例外，就像你讲，大跌大买，小跌小买。我上次来你自己讲啊，有应验啊，有应验。好，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你斗内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团队制作更好的精彩内容。而你的超级留言，我都会认真看的。那另外就是我们就关于到中国的事情，中国让我有点惊讶，他这个动作做太大，甚至你还用2个字说北韩化，就是他现在做的动作跟北韩都一样。第一个当然讲啊，当然是他的第一个是什么民族这个尊严还是叫什么民族自豪感，民族自豪感，就是说他的那个先我要定你的罪，另外就是他的出入境管理办法。出入境管理办法，你只要有国安的疑虑，你只要有那个所谓的是国家安全的疑虑，我不用明文规定，我就可以帮你限制出境。而且很多人到了这个所谓的出口过海关的时候，我才发现说我是被管制的，我在管人。现在不是管人，我现在管钱。也就是说，你现在在海外有资产的，我就要叫你查税，而且我要倒查25年。另外就是我连国营事业我都查，所以刚刚讲有一个北大荒。我1年营收11亿，可是我现在的这个缴税跟我现在的这个所谓的罚款要到14亿，中国是干嘛了？第一个，你把人给管制住；第二个是你现在缺钱缺成这样吗？你居然要倒查25年，你真的要对你的国营事业出手？好，先回应你一口气抛出好几个话题，显示中国经济的水很深。既然先讲倒查25年，我先打个比方哈，90年代改革开放重启。那个时候啊，地方政府有很多进账，然后呢，他们不想上缴中央，那怎么做呢？他对民营企业啊，给他退税奖励，号称我在支持改革开放啊，所以我对民营企业给他退税，给他奖励。然后呢，现在倒查25年甚至于30年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地方政府财政告急嘛，我当年给你好处。吐出来所以他倒查25年是这个意思所以当年比如说给民营企业退税，国营企业可能也有某些财政优惠等等嘛。现在所谓倒查就是要把当年给的优惠收回来，这个意思。好，这个大背景什么意思？地方财政危机加上中央财政危机，已经严重到不惜杀鸡取卵。你平常不会杀鸡取卵，对，当然了，但实在不得已了，你只好杀鸡取卵。所以现在可以看出来，中共在杀鸡取卵。所以你觉得这个动作，你的定义是杀鸡取卵？对，这个毫无疑问就是说，因为我们打个比方了，我们用我们能够理解的情况，当年我们郭婉蓉财政部长课证券什么所得税，证所税，结果呢，台股连跌19天停板，对不对？一直跌，到最后的话，实在不得不取消。我们可以对证券交易课税，但是没有对证券所得或者资本利得去课税。他现在的课的税是资本利得，他现在是对财富课税。我们一般课税，简单讲我们对经济活动课税，比如说所得税、营业税这个是经济活动过程中我课你税。但是不是这是流量，对流量课税，但是对财富那是存量课税。你现在有多少财富，我去课你的税。对请问你今年课20%明年呢？明年再课20%，后年呢？那不就扣4次就扣光了？他就抢钱嘛。所以你要体会这就是土匪嘛。我赚的财富当年在所得已经被你课税，对，之后就不能再重复课嘛。你现在课税，因为我已经交了营业税、盈利事业所得税，我都已经该缴都缴了。所以对财富课税的话，那是逼有钱人逃亡嘛。然后还有一个，为什么查这资产还查海外？还是这样的。当年很多国营事业也好，民营企业也好，当年销售的金额放在海外没有回来，
理由是什么啊？我要从事诟病。对，就像万达一样啊，我要从事诟病，比如说需要钱，我要买设备需要钱，我要买原料需要钱，啊，我要在海外扩展业务需要钱，所以这些外汇我就不回来，以后再申请出去了，我就直接放在外面。然后现在习近平说国内缺钱，调回来，是这个意思。就当年我有让你把钱放在外面嘛，现在国内缺钱嘛，对，所以你要回来，是个意思。那现在再讲一步，为什么今天要管制人的出口，还有其实他管的是钱，为什么？因为各级官员贪腐之后，钱洗到海外，是钱先出去，人再去跟钱汇合，所以他要管人，其实是在管钱。所以重点是资金外流太严重。好，现在我们讲资金外流是这样哈，一般常识就好。最近有说去年2025年资金外流8000亿美元了哈。好，现在讲，你每年是不是有贸易顺差？从什么6000亿到1万亿，很庞大。贸易顺差是不是应该正常来说反映在中国人民银行的财务报表上？没错，外汇资产嘛哈。再来，你是不是在海外有发行美元计价的债券，就是借美金呐？那这些钱搬回国内运用，不是应该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吗？对，你换成人民币在国内使用嘛。再来一个，外来直接投资还在进来呀。哪怕没有以前高，也还是有进来，还是有钱进来。对，那这3种款项加起来，不是应该表现在中国人民银行的外汇储备上吗？没错。你去看外汇储备没有增加。对，从疫情前2018、19年，就是贸易战的时期，到疫情，再到解封，到现在，你会发现它的那个外汇储备基本上就在3.2兆到3.3兆水平。没有增加。对，那是什么意思？资金外流。所有应该进来的钱其实都外流，因为他现在非常自豪的讲说，我现在是顺差最大的一年，我的贸易顺差到了1兆人民币，对，这么大的钱，结果在你的国家银行里面完全看不到。对，照讲你顺差你应该是把它分为，唯一的解释是说，钱没有全部进入央行，而是进入指定外汇银行。我们以前玩过这个游戏，我们以前为了怕央行一直吸收外汇，放出台币会货币供给失控，所以我们把钱推到指定外汇银行，那些商业银行可以存外汇。后来又把它推到国营企业，可能预留资金做海外的生意嘛，可能可以持有一些外汇，就是把外汇不要全部进入央行，挡在外面，只有这个可能性。但这个可能性不足以解释你中国人民银行再怎么弄，你不可能说几乎外汇储备是水平的嘛，都没有的，水平的嘛，所以只有一个解释嘛，就资金外流。那资金外流表现在去年2025年，据说官方数据是8000亿美元，超过8000亿美元，这就解释为什么他现在要来对付资金外流。那么资金外流这件事情，从经济理论上来讲是这样你有几个经济危机同时爆发，当然毫无疑问，前3大就是房地产危机、失业危机跟债务危机。那债务危机的话，牵扯到地方财政然后中央财政都有，然后最后呢，这些会牵扯到银行。因为银行换款是拿资产做抵押，那资产坏了资产那个黄了那银行将来会变成不良资产，对，然后就会有银行的系统危机然后呢，总结到最后表现成资金外流危机。所以资金外流危机是诊断中国经济一个最好的指标。你资金外流很严重，表示里面情况很糟糕。反过来讲，如果中国经济情况好的话，那是资金流进来。对，资金会流进来，不是资金外流。现在你一直看到的是资金外流，而且你好几年了，表示情况真的严重，不是我们在唱衰它，是中国经济出现问题之后信心流失，对，所以呢资金外流，所以信心跟资金流动这个是2大重要的指标。那就是外流太严重了，所以我要去倒查你的海外资产。所以习近平现在为了要阻挡资金外流，行政手段、管制手段都搬出来，是这样来。然后呢，这个事情其实在2019年。送中条例对香港的时候已经是了，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在缺钱要抢钱，他是把香港的外汇储备用无息贷款的方式，45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据说有4000亿美元被北京无偿贷款拿走，剩下500多亿留在香港周转。然后呢，后来查出来以后，汇丰银行就做这个事的是汇丰银行。汇丰银行的那个执行长高管、财务长那些就被炒鱿鱼了那有这么一个说法，但是觉得还算合理。为什么？因为事后没有任何说法来反驳这个说法大概内行人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所以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2019年就已经在抢这个外汇。对，当时的理由是什么？很多人犯法，就是犯罪或犯法，然后呢就是贪污嘛。然后呢，钱洗到香港嘛，那钱洗到香港的话，我们现在要把罪犯的钱
拿回来，叫做送中啊，送回中国。那香港人说你要抓我啊，香港人起来抗争嘛啊，他是为了把贪腐的钱洗到香港，再从香港洗到海外，对，他要把香港这个破口堵起来，挡住，对，合理啊。你如果是对付资金外流，这样做合理啊。对，好，那问题是说，我这样讲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资金外流不是今年的事了，已经好久，已经19年就7年前了嘛。就是说过去几年来没有好转。中国经济持续那个下行，持续走那个恶性循环。到了今天的话，憋不住了，就是杀鸡取卵的，开始管制人员。为什么？因为钱先出去，人在跟钱汇合嘛，所以一定要管，最后管钱管不动，管人嘛。对。然后钱的部分呢，所有国营也好，民营也好，在海外的资产要课税，就是逼你回来嘛。所以你现在发现，习近平在做的事情，其实不是在救经济。他已经放弃救经济，在我看来，他何况也没有，他身边也没有经济团队，所以习近平在做的事情是想方设法叫做保党保政权，他在处理的是政权危机或者王朝末期现象。那还有一个典范，就是北韩，北韩经济情况很不好啊，政权没垮，所以他现在发现中国应该变成一个放大版的北韩，我们俗称叫西朝鲜啊。就是朝鲜的西边，西朝鲜。如果变成那样子的话，政权还在，经济不好还可以撑得住。所以他的典范，我只要锁国，就像你讲，他现在朝鲜化，对，我就锁国，对，锁国。所以他的那个什么样板榜样就是北韩。北韩经济情况是真的不好，然后他政权没垮，这点给习近平很大启示。习近平不是刚刚去过北韩吗？然后呢，可能王沪宁好像也去北韩他们去北韩取经。北韩其实是一个大监狱一样了就是说那个基本上就是社会监控跟奴役然后呢政权可以维持下去他想取这个，但是问题来了，北韩这个模式能够撑下去，是因为后面有老大哥在撑他嘛？谁在撑他？2个就是中国跟俄罗斯嘛。你北韩小嘛，你后面靠老大哥，比如说粮食能源的话，老大哥接应你嘛。那北韩被美国金融制裁的时候，他可以在公海上船对船接把货运给你，补给给你，你不用经过美元交易等等嘛。问题是你现在中国如果北韩化锁国的话，你后面的老大哥谁撑你？谁支持？对，本来是美国嘛，现在美国不跟你玩嘛。所以如果中国走北韩化的话，那真的是情不得已情非得已因为北韩后面有老大哥撑着嘛。那你现在中国有谁老大哥？就只有美国可是现在有人讲的，他现在这个中国的新三样还是很强啊。他现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电动车出口还是高啊。我每年创造的出口的外汇，我每年创造的出超，我还是非常强啊。甚至包括现在连苹果都说我要用长兴存储的这个所谓的记忆体我还是非常强啊。是你在看衰我不是，你知道新三样占 GDP 的比重大约10%到12%这么低。房地产的部分占 GDP 30到33%，你补得了吗？补不了嘛。就是说你靠新三样还惹毛了很多国家，对不对？你在国际上横冲直撞，对外倾销引来贸易摩擦，最后保护主义。即便如此，你的这个 GDP 的比重大约10%到12%这个地带而已嘛。那你光是房地产这个地方坏掉，就坏掉这个地方从家具、家电等等算进去，30到33嘛，所以补不了嘛。所以它的所谓双循环，内循环、外循环，已经放弃内循环嘛。然后一个重要原因是内需不足，内需不足根据这个史丹佛大学那个许成刚教授的论述他当面也讲过了我们去史丹佛大学有跟他碰面，他讲的是说集权专制体制下。权力收割经济利益，所以很多的那个全球化带来的很多经济利益，最后被收割到特权阶级或权贵阶级，然后洗到海外。所以呢，集权专制体制有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内需一定不足，购买力被老大拿走了嘛，然后洗到海外去了嘛，所以购买力一定不够。所以呢，产能过剩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然后只好对外倾销。那对外倾销的结果，很多红二代、官二代成立企业在海外。然后呢，就钱就放到海外不回来，像习近平才说你们要回来，是这样吗？所以这是一套的对啊，所以这就是他很多官二代成立企业在海外接案，像一带一路的钱，官方拨钱过去在那边搞项目，对不对？那个项目谁接？官二代接嘛，红二代接嘛，对，中国人自己接。对嘛，借了钱，听说10块钱出去，大概有9块钱回来，只有1块钱在当地搞，所以一带一路为什么搞得那么起劲？就是一个
拿钱洗钱的一个手段之一嘛。比如说习近平提供600亿美金给非洲，听说只有用了60亿嘛，哦，1/10而已，其他的钱就进到个人口袋嘛，所以他们很热衷于推动"一带一路"，当然为自己口袋嘛啊，然后这些钱当然放在海外嘛。那现在习近平发现嘛，说拿回来嘛，啊，是这个意思嘛。好，那另外除了我要等于说追查台湾资产，而且我要倒查25年之外，另外就是对他自己的企业，大家觉得非常惊讶。我们刚刚讲的北大荒这个故事，你不过1年11亿，我居然要查你，而且是查你过去所有的营业、所有的账目。刚刚讲，那也是在查他整个资本利得。北大荒这个故事，我的理解解读是这样哈，就是根据中共过去这几年来应对财政危机的一个模式哈。我先举一个例子，就是范冰冰被查逃漏税哈，然后要补税多少？40亿人民币，对。然后呢，他真的交了40亿人民币，交了之后，对，人民币不是美金哈。交了之后呢，那你因为他排名第1嘛，那排名第2到第10的艺人呢，乖乖的就补税了嘛。啊，据说范冰冰的那个税款是别人替他交嘛，是啊，比如说王岐山替他交嘛，啊，那可是呢，他一定找那个前面的头号的来树立榜样。他真的要对付的是后面，我要杀鸡儆猴。那北大荒是国营企业嘛，啊，你给他罚款不是罚自己吗？你左手换右手而已嘛。哦，你国营企业，你说漏税，然后补税，然后罚款什么的，其实他拿北大荒做一个样板。哦，北大荒是样板。那国营企业啊，左手跟右手而已啊。然后呢，你拿这个样板来对付后面的企业嘛，那后面的企业只好乖乖站好了嘛。北大荒都被这样克了，对不对？都补税查税了，对不对？那你后面怎么办？所以他拿北大荒就像他整范冰冰一样，他是树立一个样板，然后开始对付第2名、第3名、第5名、第6名、第9名、第10名这样。所以他是大查税开始。对，就是他拿一个做样板，然后准备真正对付的是后面。你北大荒就是国家给你钱，你来交就算了嘛，对不对？就像你说这个左手换右手，口袋都是自己，都是国家的钱嘛。对单位主管来讲，这个没事嘛。可是呢，这个样板一出来的话，那后面的企业是不是包括民营企业，包括海外的企业，甚至于包括台商啊？北大荒都这样了，你怎么说，对不对？就这样嘛。所以呢，我估计这些都是查逃漏税。这就让我想起一个问题啊，可能之前有提过吧，就是说中国王朝末期现象有2个形态。我们讲过，一个叫明朝模式，一个叫清朝模式。明朝模式是维稳的经费由中央承担，那中央就要那个财政缺口嘛，所以就要开始什么变相加税，用各种名义加税，查逃漏税等等。然后呢，变相加税到最后变成横征暴敛。要财政缺口一直在嘛，到最后的话呢，这最后一招一定是大印钞票。然后呢就恶性通膨，然后呢就民不聊生，官逼民反，农民起义，改朝换代，所以就跟闯王免纳粮。对，那明朝模式。在清朝模式是什么？清朝模式是维稳经费分给地方承担，所以地方就有自己的武力，拥兵自重。然后地方有什么叛变什么动乱，地方出兵去平乱。所以呢，那个太平天国不是朝廷平的，湘军，是地方武力去平的。对，这样子。最后呢，地方割据。叫朝廷退位，所以清朝下来不是孙中山革命的是袁世凯叫他下来啊。清朝是地方亡于地方割据啊，明朝亡于农民起义啊，就是关键在于维稳的经费是中央承担还是地方承担，是这样子。那你现在看现在的北京当局，你会发现他正在从明朝模式转到清朝模式。但他现在中央维稳经费他担嘛，现在是他嘛，他担不下去嘛。担不下去的话，迟早这里砍那里砍，我没钱了嘛。那地方政府发现上面没钱的话，开始自己想办法嘛。所以地方政府也会对他的那个管区内横征暴敛、变相加税嘛。到最后的话，大家都没办法，会有一招就是发债。发债的话就是借新还旧，我借新的债把旧的债清掉，那我的记录就好了。我的记录好，继续借钱，那就是一直以债养债，一直滚动。对，差别在于说利息。我付利息嘛，我这样的以债还债的话，以债养债的话，需要付利息。那所以到最后，我不断的从银行或者市场上发债以后，或者银行贷款拿到资金以后，去还掉旧的债，保持我的信用，我就可以继续这样一直运转，一直到有一天我借不到钱，我筹不到钱，那时候这个债务这个叫泡沫了，就破掉。有人把它形容为国家级的庞氏骗局啊。庞氏骗局的原理是这样。
我拿新进来的本金去付掉我答应给的利息，对，我的信用好，哪怕我什么投资都不做，我只是拿新的本金去付旧对资金应该给的利息，那这样子的话，我有信用，钱就一直进来，对，一直到钱干掉了，能够吸的资金都吸光了，后面没有资金进来了，没有最后一只老鼠，我就没有办法再对已经进来的钱去还本付息。这个时候泡沫破掉，庞氏骗局大家发现是骗局。那现在国家级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断的举债我付利息，然后呢，我取得新的资金，然后呢，我应付开销，还掉旧的债务等等，要一直运转，一直运转到有一天没有资金进来了，资金干掉了，银行的钱已经干掉了，没有了。那这个时候债务这个债务泡沫就破掉。那照你讲的这个，我就想到在北京出卖，应该中国现在出了2个故事，在整个中国里面，地方财政最糟糕的是东北，东北是非常糟糕的。那现在吉林省跟黑龙江省都出现一个事情是，吉林省是什么？他说他有一个水库，那水库里面都是淤泥，这个淤泥其实没价值的，就他居然讲说这个淤泥是有价值的，淤泥是有价，那我就把这个淤泥呢卖给另外一家国营事业，这个国营事业拿到这个淤泥了以后，就拿这个淤泥去跟银行去贷款。那大家讲，怎么可能说你把左手换右手，把这个用完全没有价值的淤泥把钱给套出来？第二个就是黑龙江是拿一栋大楼，那个大楼这个烂尾楼，已经完全没有人住，也没有任何商业价值，可我一样把这个楼卖给了国家银行，卖给国家银行后，我又从里面贷款出来。代表说，他现在地方政府没有钱，已经干了这种事情了这个叫洗债务就是说我原来有个债务，我这个债务呢，比如说打折卖给你，你接，然后呢，你接很多这种债务，对不对？对。然后呢，你是什么来历？你是那个财政部跟人行、中央银行合资成立的控股公司，叫做债务整理的公司债务整顿的公司。对。他去接债务，然后债务的话，这个银行把债务卖掉以后，他的财务报表就干净了，干净了以后。他再用新的钱去把这个债务接回来，所以他在洗债务。就财务我旧的债务清掉了，我旧的债务卖掉了，对吧？对。然后我现在重新换款，那就新的债务嘛。我变成新的债权嘛，就变成新的债务。经过转手一下，所以就是我说了洗债务。那这样能撑多久嘞？就是跟你讲说，银行的钱老百姓的储蓄一直吸到最后干掉嘛。就跟庞氏骗局那个类似嘛，社会上的闲置资金被吸干了，后面没有了嘛。对，一开始还有嘛，大家相信你嘛，发现你记录很好嘛，高报酬嘛，比如你答应给10%的报酬率，你有做到嘛，钱就一直进来，一直到最后所有能够吸的钱都吸完了，对，就干掉了，干掉了以后就破掉。难怪现在讲说很多钱不能放银行，放了银行就拿不出来了。对拿不出来。然后我们看到这一次不是有一个所谓的白海豚，然后到了台湾，就到了中国，造成很大的，就是说刚刚讲的地方政府因为没钱，没有钱以后，你的地方建设就做得非常糟。那地方建设非常糟了以后，会发现台湾也有台风，台湾也有一些天灾，可是我觉得台湾承受天灾的能力比中国好太多了。同样的一个台风，我们来看画面，它进到了中国，然后马上就造成一个非常可怕、巨大的一个灾难，就代表说。中国现在地方政府对你的所谓的地方建设的那种能力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不是，它是反过来，你知道为什么？你看最近从河南前一阵子，还有各地方的那个水灾，湖北、四川东华北都有，它是这样，它盖的水坝，在平常雨量的话，它是储水吸水没有错可是雨量一旦过头，它水坝撑不住，它为了保水坝，只好放水。那下面已经水很多了，你上面又放水，对，那当然就底下就这个完蛋嘛。所以每一次真的有大水灾的时候是更加恶化，因为底下已经在积水了，你上面还放水。那为什么上面放水？因为不放水，水坝会崩坏嘛。水坝品质太差，水坝撑不住嘛，水坝满了嘛。所以问题出在这里，就是说每次真的雨量很大的时候，它就是特大号的水灾。如果雨量小一般的话，那水坝还可以蓄水，就出在这里。所以要么没水灾，要么一来就是特大号水灾，就是这样子。因为雨量一大以后，水坝撑不住要放水，结果底下已经在积水了，你还放水，底下已经严重水灾，你上面还放水，糟糕嘛，是这样来。所以它要么没水灾，要么就是特大号水灾，就这样。好，那我们最后一个就是。你这两天特别提醒一个，就是说，因为中国这样子，所以现在中国的钱其实往外流。
那中国现在这样往外流，不是只有它的刚刚讲的红二代的钱往外流，它很多外资的钱往外流，很多国际资金也往外流。然后这个国际资金往外流要去哪里？他说你说是去到日本，也会去到台湾。所以现在日本、台湾、中国三者之间正在进行一个资金循环，是吗？从全球资金流动来看，最近日本因为美日联手干预日元汇率，把它从1美元到164附近163点多164拉起来，拉到155、156就是把日元的防守线160先守住。那这个结果呢，会带来日元套利交易，就是从日本借低利率到外面去运用这个日元套利交易，会出现平仓潮，就是说卖掉在外面的资产换成日元来还掉日元债务。这个表示资金回流日本，就是从日本流出去的资金现在要回流日本因为日本现在有变化了嘛你不能再继续玩那个套利交易可能有这个风险。要是日元快速升值的话，那么套利交易就更严重那之前上一个总裁黑田东彦的最后1年第4季曾经放话说要利率正常化，只是放话而已。当时1美元兑152日元，直接升值到1美元兑128、27，这么多，就3个月强力升值。因为这个太严重，因为从日本流出去的资金要回来，叫做回流日本，让日元就升值嘛然后这是第一个，所以现在国际资金正在蠢蠢欲动，要回流日本。如果日元真的关键在于日本央行是不是开始展开利率正常化，如果日本央行承认通膨严重，要利率正常化的话，那平仓潮绝对来，而且150可能都还守不住，可能会升到145甚至于140就是日元会有升值的可能性。那这样的话，升值预期心理会让国际资金更是赶快回流日本，还掉日元债务那中国这边的话，因为习近平想要控制资金外流，然后管制人员移动，不止管制商品移动，对不对？那这样一搞的结果呢，就是说已经进来的资金想走，这个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还没有进来的资金不敢进来了，那还没有就是进来的资金变少了，结果已经进来的资金担心将来要走的时候没有接盘侠，不想走的、不需要走的也只好走。就是进来的资金变少的话，已经进来的资金就会想走，已经进来的资金想走，那更不想进来，资金更不想进来，它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资金外流会加速。所以习近平的总加速师现在表现在加速资金外流，逼资金外流，特别是你要课20%的那个财富税那富豪更是要赶快跑。就是会出现更大规模的资金大逃亡，更快。对，所以资金合理推测是从中国流出，加速从中国流出。然后呢，现在资金可能要回流日本，这2件事本来不相干。可是从全球资金流动来看的话，就仿佛说国际资金从中国流出，到美国绕一圈以后，到日本，到日本去。对。然后台商的资金原来到中国、到东南亚，现在可能有一个新的不同的理由，就是要传承。我们很多台商在海外有一些特殊的技术，有护城河。现在的话，年纪大了要回来告老、养老，然后退休，然后所以呢，事业不想放弃，所以把事业带回台湾。然后呢，可能还要上市。为什么？因为将来如果2代可以接就接，2代不能接，由专业经理人、由新的董事会来接。但是这个事业可以保存下去。所以现在老一辈台湾企业家在海外经营了30年。现在回来，对不对？他就想把他的事业能够传承下去，不只是家族传承，而是事业传承。比如有人会做什么玻璃的什么技术，有人会做什么工具机的什么技术，就是多少有一些优势技术优势漂泊了然后他们现在要把事业从海外带回台湾。你说以前很多这种事业是在海外的，台湾过去30年资本外流嘛，资本外流的话，先去东南亚，后来去中国嘛，现在要去哪里？去美国嘛。那很多资金当然也回流台湾嘛，所以呢，估计回流台湾的资金，有人估计大概会有40兆台币嘛，就是庞大的钱要进来，所以现在可能不是前淹脚木了，前淹膝盖就是大量资金回来，大量资金回来的话，当然会影响到房地产市场啦，那个餐饮、物流娱乐、观光都会受影响。当然，如果是投资的话，工业用地也会被一扫而光那么这些都支撑台湾未来是不是黄金10年，黄金20年？现在台湾在走一个上升趋势，很多人还不太意识到。真的吗？有这么好吗？现在只看到一件事情，去年6、7月台股在22000、23000，今年的话44000、46000的翻倍了，1年那未来2年的话，如果再翻倍呢，
都到9万、10万去了嘛，那将来的话，说不定2、3年内台股还有大盘还有好景。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攻逢其盛，在产业革命，第一个，然后 AI 呢是有2个条件，一个是主权 AI， 就是各国都要有自己的基础设施、数据中心，有人搞德文，有人搞西班牙文，有人搞法文，有人日文、韩文、阿拉伯文，各种文字，挪威、瑞典都有自己的文字、自己的数据中心，所以他们都要盖自己的那个资料库数据中心这些基础设施订单都来台湾。再来一个就是恢宏供应链。美国现在发现，以前美国的 AIT 对台湾都很了解调查了5、6年。台湾中部有一些那个厂他去跟大陆买零组件，买个4成5成的，然后自己在台湾再做个4成5成，对，然后最后说 Made in Taiwan， 美国说你骗我，他有调查这个很清楚。美国人美国人是干活的。我碰到一个技术官是犹太人，他的工作就是在台湾这边阻止技术那个破口，很多台商把技术移到中国去或者卖给中国企业，他要把这个技术管制的，美国有技术管制嘛，这个破口要封起来，破口是台湾嘛，所以美国为什么有时候对台湾会不太客气，拍桌子就给你关税什么？前一阵子，因为你技术破口没有给我做好，你没有对付好这个，我在技术管制，你成为破口嘛，你没有配合嘛。所以美国现在对韩国也脸色不好看嘛，因为韩国对不对？你知道，所以现在台湾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配合美国还是不配合美国。如果配合美国的话，美国对中国企业的技术管制，你台湾不要成为破口。所以现在美国干脆直接要求100%，全部零件都不能有中国企业的。不管那个什么是不是有安全问题，不管了。反正就是不能有中国企业然后这个叫恢宏供应链，100%恢宏供应链。它现在包括机器人都一样的开始。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以前用中国的东西是在贪图它的廉价劳动力，压低劳动成本。现在等于逆全球化或者全球化大重置，表示什么？我宁可背上劳动成本上升，我也要有安全考虑。我现在为了安全考虑，我宁可让成本上升。所以呢，最近通膨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逆全球化带来，全球化带来物价下跌，那逆全球化就带来物价走高，成本走高嘛。但是这个是过渡期，美国为了安全考虑，现在不得不打造一个叫做恢宏供应链。恢宏供应链的话，是订单基于安全考虑，订单从中国流出，基于信任，订单流到台湾。所以台湾现在是在美国眼中，如果台湾值得信任，更多订单会涌向台湾，再加上原来台湾就有产业链 AI 啦、晶片啦，订单本来就会流向台湾。然后现在呢，原来可以采购中国的零件啊，一些什么东西的，现在不行全部的东西都要台湾自己做。那台湾成本高，对不对？好，高一点没关系。现在美国说，反正我吸收嘛，所以现在无人机这个产业链整个要放在台湾的话，那么中间有很多东西，原来可能我们的厂商跟中国企业买一些零件嘛，现在不行，要在台湾自己做，或者你跟日本啊、跟盟友买也可以，就不可以跟中国。对，就是不能用中国的。这个死命令下来以后，台商都傻眼了嘛。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台商要恢复生产线，重新开动。以前我们成本高，向中国买，现在不行，自己做。那这样的话，完整的产业链如果真的在台湾落地的话，那不得了。无人机产业，我告诉你为什么？有人说无人机产业产值没那么大，对啊，它你知道为什么吗？将来无人机是消耗材，无人机还要建立大量库存，而且很多国家都要，所以呢，无人机的那个需求其实还没到顶，就说它是消耗材，打掉就补充，打掉就补充，它是消耗材，就跟我们用什么肥皂、饮料一样，都是消耗材，它不像那个什么雷达系统，我们的热山雷达系统那不是消耗材那是耐久材。所以无人机既然是耐久是消耗材的话，它一出去大量出去，消耗很快，对不对？不断补充嘛。你看为什么现在乌克兰的无人机产能800万架一年了？那就打完就没了，不全欧洲最高嘛？为什么？因为它消耗材嘛，消耗掉。对，所以将来无人机的需求已经超过目前我们的合理防卫需求。因为你一动起来的话，马上就消耗掉一半以上，一大半以上了。你到时候再来生产可能来不及，所以不但要建立大量库存，而且还要有大量的生产线。然后台湾这边肯定要用大量无人机侦测一下对岸的军事布防，甚至于如果现在无人机如果能够2000公里的话，台湾的无人机直接到北京。
对，因为乌克兰已经到1500了。对，所以呢，将来无人机在空中停留够长，然后呢，可能还有分工，有的无人机做侦测而已，有的无人机做攻击，有的无人机做什么什么，分工的结果会有一个平台来指挥这些无人机僚机甚至于是有人开的飞机来做指挥，也或者无人开的无人机一个平台也可以。总而言之，无人机的技术发展还没到顶，无人机的产能也还没到顶。如果台湾接得下来的话，应该会发展成一个新的产业聚落，然后成为新的，因为将来无人机是这样如果这个无人机一流的，比如说98分你的无人机很好，但是只有90分、92分，当然要98分的，那不行你会被干掉。当然，所以到最后，全球的无人机只好买那个顶级的。而顶级的话，如果在台湾生产的话，台湾决定卖给谁不卖给谁，就是地缘政治影响力。我不把最好的无人机卖给你，我卖可能90分的、85分的卖给你。所以台湾将来决定顶级无人机的流向，这个就是地缘政治。台湾的无人机有这么厉害吗？我说，如果我们打造出无人机产业聚落，将来有这个可能性，就是最顶级的无人机，最好的无人机。这个无人机卖给谁？比如说美军买 ，OK， 对不对？日本买 OK， 对不对？你这个亲中的那个国家要来买，不行类似这样嘛。就是台湾可以决定最优的那个无人机到底要卖给谁，不卖给谁。比如以色列来合作，对不对？可以那个如果说比如说伊朗还是印度要来，可能不行就是台湾将来的无人机往哪里流，那个流向本身就是地缘政治影响力，然后会跟美国、日本配合。那这样走向不是逼着台湾跟中国要越来越坚壁清野、楚河汉界、参谋告？中国本来就是对你没有动摇的，他对你的他的野心没有动摇。中国什么时候真的把他的野心那个让步？没有他一步一步的这个到最后干脆撕破脸说，92共识就是一国两制。那你还谈什么？如果92共识是一国两制，当然国民党政府怎么可能答应嘛？不可能嘛！这谁都知道这个不是嘛？他硬是霸王硬上弓。所以这里补充一条大国跟小国谈判签协议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不能有模糊条款。因为模糊条款事后的解释，大国往对他有利的方向讲，小国难以招架。我们以前有一个例子，大概1980年代的时候，后半期的时候，我们的经济部长、副部长就次长王建煊代表我们跟美国谈烟酒公卖，烟酒销售，美国的烟跟酒要卖进台湾，结果当时呢，我们疏忽了，有一个地方有模糊条款，什么地方？广告。但烟酒的东西品质是固定的，所以差别只在于说能不能做广告，什么时段做广告，在什么媒体上做广告。我们那个时候对这个东西有掉以轻心，大意了。美国后来在这里做广告，那里做广告，我们发现说不行根据那个模糊条款，美国往对他有利的方向解释，我们挡不住。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才明白，大国跟小国谈判的时候，小国要特别注意，尽量把所有东西讲清楚。这样的话，大国以后要翻脸的话比较不好意思。如果你留下模糊条款的话，绝对是对大国有利，就不能让他有任何解释权。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要列出权益条款。什么权益条款？如果是状况 A， 我们按照这个条件交易；状况 B， 我们这个条件；状况 C， 我们按照这个条件交易。你要有权益条款，不能一个条件交易条件适用所有状况，这样不行。所以。那我们跟嘉荣聊那么久，就是这个世界是一盘棋，有时候看起来你毫无关系的，它后面的这个所谓的互动是紧密相连的，所以你就看到中国现在它需要抓人，它现在抓钱，其实跟中美大对抗是有关系的。它现在的技术一定要留在中国，它钱一定要留在中国，但它越是这样做，就代表它现在对人跟钱的需求真的是越来越高。非常谢谢嘉荣今天跟我们聊天，谢谢。谢谢大家。各位宝洁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对我们的支持，还有您对我们的指教，其实我们都会认真的阅读，因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们自己反省，我们要自我检讨，甚至我们未来怎么去调整方向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我们就刚刚讲到的，就是你现在的这些留言有什么留言，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子来的跟观众来进行回答。淑君说：“支持宝洁集团队，你们是最优秀的。”非常谢谢您的肯定。当时讲说，我们的节目其实还有很多改进的地方，那这种改进也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工作。听后X5R他说，政府部门主管机关应该管理一下，坚决不让中共产品进来台湾。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就是现在大家觉得很难思考，是说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网购，现在很多的网购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国的网购是这样直接进来。
那你如果说没有任何的管制，现在很多国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说为什么我们台湾在这方面没有管制。你没有管制，第一个你的品质，第二个你是对台湾的商业、对台湾的产业会不会有伤害，这都是政府应该面对的问题。Rookwood 0222他说：天佑台湾，感谢宝洁，一起保护台湾，台湾人加油。当我们希望说，在台湾这块土地里面，我们真的好好的守护，好好的来保护这个国家。Karen 说：感谢宝洁哥制作这么好的节目。其实能够做这样的节目，其实是我觉得那是一种福分，那是一种福报，我们会非常珍惜。喂20110他说他看了郑习会那一集，他说只有我觉得郑丽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嘛。对于郑丽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们不予置评。立刻他看了川普无视习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说中国与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这样子比较通顺。也就是说，中国跟和平不水火不容。其实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实是台湾，我们从来没有挑衅过对方。好，刚刚讲到的，我们非常认真的在做我们的一个工作。其实我们刚刚讲到，我从以前我其实没有任何政党，那我也不去标榜这个东西，我只告诉你说，我们现在在这块土地里面，我在民进党跑那么久的时候，我学会一句话：相信台湾，相信人民，相信台湾，相信人民，这是我做这个节目里面最中心的思想。